大成敦煌文化艺术大展，应该说这是深圳城中盛事啊。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带大家好好的体会和感受一下，来跟我走。在我身后呢，是我们这次要第一件向大家重点介绍的展品。不过呢，在此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彭先生。哎，您好，你好，是吧？您好，这个是我们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彭先生。他也是来自敦煌研究院。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这尊佛像，实际上呢也是出自彭先生的一个推荐。实际上彭先生也谈到了，这个是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樊锦诗女士最喜欢的一件佛像。对，虽然它在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复制品，是吧？对。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樊女士樊院长对她有那样的一种喜爱？对。这尊塑像呢是北魏时间修的。这尊塑像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看着在微笑。这个微笑是怎么来的？它作为佛，按理说是应该很神圣的、很高冷的，但它为什么在笑呢？这里前面就说它这个名字叫禅定佛。这个禅定在禅修的过程中，他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了愉悦，这种愉悦是自己控制不住的，所以在禅修的过程中展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那么淡淡的微笑。这种微笑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大笑，非常具有东方的这种含蓄的一种表达的一种特点。其实呢，这尊佛如果要是从这个佛教的范式定式来讲，我们可以说它实际上是马图拉风格的啊，这是印度的佛教造像的一种风格。它的整个的形式是马图拉风格，但是它的面容的塑造以及这种表情，它是一种中原的，是一种东方的微笑。对。那么实际上这跟微笑，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理解啊？您那个彭老师，您看我说的对不对？一个呢，这个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人在内心有一种开悟了之后，或者说我们真正想通了什么事情之后，那种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的一种表情。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说，我们看着他在微笑，但是他可能并没有觉得我在微笑，我只是这件事情我想通了，我明白了。对。OK， 就自然浮现出了这样的一种表情啊，这个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宗教的意义，大家可以领会。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世俗的角度来体会。什么世俗呢？就是在北魏时期，中国北方实际上是一个天下大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各个这个统治者吧，彼此之间是在互相攻伐。对。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之苦难的。所以在那样的一种苦难的情况下呢，其实人们内心也向往着一种安定，向往着一种喜乐，所以就把这样的一种内心的追求，在佛的身上所表现出来了。这个我们可以从事一种世俗的意义来理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微笑，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的神秘，也可以说它非常的安详。但是如果要是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喜乐，这样的一种喜乐。其实这种喜乐，它其实好像很世俗啊，但是实际上这个喜乐是带有宗教含义的。对，大家在这尊佛像面前可以去体会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或者说体会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我也希望啊，我们所有的人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这种喜乐感啊，生活喜乐。对。然后这尊塑像呢，被称为东方的这个蒙娜丽莎啊，但是实际上，从时间上来说，比蒙娜丽莎要早1000年。早1000年。对。我们欣赏过那尊禅定佛之后呢，来到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应该说都是壁画。当然，我们刚才也已经讲到了，是一些临摹的或者复原的壁画。对。那么在这儿呢，其实琳琅满目，大家会有一种这个目不暇接的感觉。确实是，我们也非常希望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但是时间上是不可能的。你比如说就是这儿啊，刚才我们看了这个
复原图、客观复原和这个复原临摹和这个客观临摹是一个区别是什么？同样的题材，对，其实这边和这边也是同样的题材啊。这边呢就是舍身饲虎图，但是整个的表现方式、构图方式，甚至它里面的基本的绘画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这是敦煌的很多的壁画，这是我们后世这个小人书连环画的一个起源。对，这幅画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看的是3点，实际上是整个就是一长卷，是吧？它的整个的欣赏的过程是从这边，然后过来 S 型正 S 型的一个欣赏的图案，对，是吧？对。但是跟它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成就要比它高的，实际上是这边这幅画。这幅画的一个构图实际上是螺旋形的，对，是这个从这个应该是左上角是吧？一步一步转过来，把这个整个的画、整个的故事，对，不同时段的情节就完美的展现在同一幅画当中，一时同画，一时同画，对，不同的情节时间，对，因为那种线性呢，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个线性的结构，大家就明白这个时间是怎么走的。但是这样的一幅画，如果你不知道它的这种螺旋性结构的话呢，你可能就是看不明白。所以大家到这儿来呢，真的是每一幅画，我们都说可以慢慢的欣赏、细细的欣赏，然后去探索这个敦煌的这些工匠们，他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是的。然后这次呢，我们面前的这幅画其实也是这次展览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展品。九色鹿，这实际上是一个佛本生故事，是吧？是的，一个本生故事。九色鹿实际上是释迦牟尼的鹿王本生是他的一个前世。对。这个画的特点也是啊，它是从两边到中间，它是一个跳跃性的，它不是这种长卷的这种连续的，而是跳跃的，这是它的一个构图。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敦煌这里，它的这个构图的方式就已经这么多样了。对。这个实际上是常书鸿先生临摹的，这是对，常书鸿先生临摹的。对，坦率的讲呢，当年常书鸿先生是在巴黎留学，然后呢就在巴黎的街头看到了当时新近出版的一个有关敦煌石窟，当时叫石室的这样一个画册。看了之后呢，是大受震撼，所以就很快的就回到了祖国，投身到敦煌的这个研究和保护当中。对，这是实际上我们说像常书鸿这样的，是我们国家当时的文化精英，在巴黎留学学习艺术，是吧？本身就是达到了很高的这种水平和境界的。但是他看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传统艺术之后，大受震撼，马上回来，而且就是多少年一直都是扎根在这个敦煌。实际上，我想这样的一种精神，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到樊锦诗女士，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敦煌的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这个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一点孤忠啊。没有这样的一种忠诚，没有这样的一种忠贞，你怎么可能在那样的一个非常偏僻、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坚持下去？而且一下子就是从巴黎那样的花花世界到这样的环境当中来啊。对，非常不容易。这个鹿王本身其实可以看到一点啊，可以再跟大家讲的，那个鹿王和那个国王面对面的一个，他在向这个国王讲他的遭遇，去揭露那个小人是怎么背叛他的。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鹿王面对的这个国王，他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毫不畏缩的、堂堂正正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和气派。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九色鹿的故事特别打动人心？在这里，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个九色鹿的这种气派。对，他对面的那个骑黑马的就是国王了。对，其实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平时看九色鹿的形象。对，但是实际上你把九色鹿和这个国王的形象放在一起看，你就更能够体会到这个九色鹿的他的这样的一种刚健的精神世界。对，这个话到了中国之后呢，又融入了我们一些中国人的一些思维吧，就是又有所变化。在印度的这个同样题材的画里面，九色鹿见着国王是跪着，对，在进行倾诉吧，或者说是诉说的。
但是到了我们敦煌，这个九色鹿是堂堂正正的站在了国王面前进行说明。这个有一句俗话啊，这个站着把钱挣了，这个就是站着把冤伸了啊。下面这个这是微妙比丘尼，是一个描述了一位不信佛教的女士的几生几世的苦难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艺术风格和这个其他的壁画显然是存在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个左手边看到这幅，这是非常著名的500强的重复图，在莫高窟有2幅，一幅呢在后面的285窟的南壁上有，这是另外一幅，各有各的特点，但是他们讲述的都是500强盗最终皈依佛教，最后这个修炼得到的这个故事。敦煌的壁画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价值，就是还有历史价值。除了艺术价值之外，它还有历史价值。所以从这个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复原当时的这个军队啊、武装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历历在目。因为中国这方面这个流传下来的史料其实还是比较的简单的，是的。所以当时到底是军队，比如说包括这个马骑巨装啊、巨装马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可能并不是这个非常清楚，但是敦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直观的视觉形象。对，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来欣赏，包括这个马，这个有不同颜色的，包括现在所谓的什么桃花马等等，都在这儿有一种这个体现。长沙那女士的白衣佛是吧？对，这其实也是这次展览当中最值得看的一件展品。对，长沙那女士在临摹这幅画的时候，应该说可能还是小姑娘吧，10几岁。对，她这个画应该是1947年左右临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17岁的小女孩临摹的这样的一幅作品。这个白衣佛它本身它的这个内容在莫高窟的题材里就是很少见的。白色的衣服袈裟代表着它的清纯啊，代表圣洁啊，所以就说出于各种原因吧，就说长沙那女士也挑选了这么一幅作为一个斗破年华的一个少女，在敦煌那种地方把这幅画画下来了。现在想一想，这个挺有感慨的吧？是，就是我们去怎么样想象一个17岁的少女在敦煌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去临摹这幅画的她的一个内心的想法。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到她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是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幅画，想到这幅画背后的这个故事，这个人，我们自然的就可以体会到一种温度。好，接下来就带大家看一下盛唐时期的320窟。彭先生，320窟我们进来之后，是不是首先还是要欣赏？要看看主尊。祖尊，对，面部饱满，神态安详。这个他的袈裟，你看看，这个处处都闪着金光，这是当时铺了金箔的。金箔的，对。然后他的这个，你看他的这个衣摆这个地方，把那种丝绸的质感表达得非常清楚。这就是到了盛唐时候，这个工匠们的技艺非常高超而做出来的。包括它旁边的这个罗汉，然后胁持菩萨。然后现在我看了一下网上说，这尊这个胁持菩萨这个小肚腩呢，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这个描述的非常准确啊。一直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塑像好像没有西方的塑像那么精准，其实从这里来看看，一点不逊色于西方的这些雕塑。就是关于这个肌肉啊、机体的这样的一种描述，是吧？对。看了人家的小肚腩之后，我和自己的小肚腩和解了。对。其实另外一个是这尊这个应该是胁持菩萨是吧？对。也是这个无论从神态啊，包括它的这个下面的衣裙呐。关于这个敦煌的这个服饰，其实等一会儿后面还可以大家再仔细看。那么在这里，其实这些服饰也都是就是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服装的特点吧。是的，是的。那么除了这个祖尊之外啊，这个壁龛当中的
这个佛像之外，其实两侧的这个是两幅说法图，是吧？对。我们看看这边这幅吧，这个是在莫高窟是属于南壁。跟大家讲一下啊，莫高窟其实是整个的坐西朝东，对，所以它的所有的佛龛都是在西壁上，对的，门都开在东边，对。然后呢，这边是南，这边是北，所以大家去莫高窟，包括看一些材料的时候，西壁、东壁、南壁、北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从它的这个整个的地理。它的这个基础的一个设定，它就是坐西朝东的，然后大家根据这个去想象，构建这个空间感。对。这幅图呢，我们可以看它的上面有4身已经变了色的飞天。这4尊飞天号称莫高窟最美飞天，两两一组，前面在飞。然后扭头在召唤，后面的在追赶，然后一边飞了一边撒花。飞天在佛国世界里呢是属于一种比较低层级的神仙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氛围组，撒花、散香、奏乐，通过撒花、散香、奏乐来供奉佛祖，是这么一个身份。这4身，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加起来有几千身吧。这是据专家们横向对比啊，纵向考证，最美的这4尊叫做黑飞天啊，黑飞天就是他们那个颜色退了之后，剩下的黑颜色，对，称为黑飞天。对，那么这个姿态啊，我们说中国传统的艺术当中，就是要有气韵，要有那种流动感，也可以用一个词叫做流利来形容。那么这4尊飞天呢？应该说把这个流利感展现得非常的充分。其实飞天的形象呢，大家还可以再去看啊，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的中国化的飞天了。对，还有在莫高窟里面有一些飞天，那个实际上就是 V 字形的飞天，这个人都是很不自然的折叠的，那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飞天。那个呢就是比较早期的，这个就是完全的中国化的，无论是形象还是它内在气韵，还是它的精神风格。说它是这个最美飞天，我觉得毫不为过。我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叫什么？这好像是这个《大闹天宫》还是什么其他的动画片里面，那个天上的仙女的这个动画的设计，其实都是参考了这4身这个黑飞天的。这个是可以说320窟我们看了之后最经典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也很庆幸啊，就是来了之后呢。这个我们能很放肆的打光，不用担心破坏文物。你这个要在敦煌，这是不行的，你是不行的。那个黑乎乎的，大家可能看不到。对，所以你们现在趁有光的时候，可以赶紧拍照。对，啊。然后再说一下，就说中国的飞天跟西方的天使的区别啊。西方的天使呢是靠自己背上的翅膀才飞得起来，但中国的飞天呢是什么都没有。那大家怎么能感受到它在天空翱翔的呢？靠它的飘带，靠它的身体姿势，靠旁边的祥云，已经足够让它飞起来了。虽然它很胖，但是大家没有感觉到它好像往下掉的感觉，而是很空灵、翱翔的感觉。这也是中国咱们古代画师们非常高明的地方。不用翅膀就能飞起来，是吧？对，这是我们高明的地方。对，同时这幅壁画呢，坦率的讲，跟大家讲一段痛史，心灵痛史。看到白的地方了吗？那白的地方实际上当初都是最美的菩萨的头像。对。但是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一个美国人是叫华尔纳，他是当时用一种特殊的胶质，他也是这个有审美水平的，他是挑的最美的胶纸贴上去，要把这个图像给贴走。对。结果留下了2大块伤疤。对。这个2大块伤疤呢，应该说也是我们的痛史。现在这2块被剥下来的壁画，现在在美国的哈佛博物馆。对，所以看着非常痛心。而且它是应该说是这个最美的这个菩萨头像啊，最好的东西他们给掠夺了。对，这边实际上是一个东方药师佛的一个说法图，是吧？对。其实不知道大家
这个对于中国的佛教啊有没有研究，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读不读一些经？可能是比较通俗的经会读的，但是像一些更高深的经典，可能未必去读。这个药师佛啊，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彭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从整体的结构来，它其实是分3铺的。你看中间1铺，旁边有2铺。这旁边我们看的右手边，这叫卫生院。卫生院是没有出生的时候已经结下的这种怨恨、冤仇。这里讲了这个故事。某个就是古印度的某个国家的一对老的夫妇，就是国王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就是通过请高人看吧，说你的孩子在哪里？他说你的孩子现在在深山修行，等这位修行的僧人去世之后，他会投胎到你家，成为你们家的孩子。结果国王呢等不及了，怎么办呢？就派人把那个修行的人给饿死了，渴死了。这等于是非正常死亡。死亡之后呢，他就心生不满吧，投胎变成了一只兔子。国王又知道了后呢，派人把这个兔子射杀了之后，终于自己的夫人怀孕，生了自己的王子。王子大了之后，就把王权就给了王子之后，这个王子就变脸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通过各种原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父亲母亲关起来，要饿死渴死他们。母亲非常痛苦，我们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把孩子培养大，给了他所有的一切以后，这个孩子要杀我们，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佛陀他就向佛求救，最后佛陀现身跟他讲，你们前世做了什么孽，你们要通过怎么样化解才能得到解脱，进入理想的佛国世界。左边16关就教这个王后如何通过修行，如何通过观看，最后达到这个理想世界。这里的16关嘛，16个观看的景象吧，比如说看日出、看佛像、看月亮、看宝塔等等等等，通过这种修行，最后能达到这个佛国世界。16观实际上就是16种观想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是的，所以说这整个这个壁画啊，就是从它的起点因缘是什么，缘故是什么，到现世的这样的一种救赎，怎么样来解决问题，然后最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终点啊，理想的天国状态。对的。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个理想的天国状态，它达到了，当然我们说达到了很高的这个艺术水准。对啊，你比如说妙音鸟啊，莲花化身的这个童子像啊，这个各种水鸟和这个水中植物啊，是的，包括这个中间舞蹈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其实都是最顶级的。是的，包括上面的这些建筑啊，对，这些建筑绝对是在中国已有古建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凭空产生。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建在当时在盛唐的时候已经非常发达。我们现在说的榫卯结构等等，在这里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在敦煌呢，其实我们说今天算一个洞窟，但是在古代来讲，一个洞窟就是一座寺。同样的这个佛壁画里面这样的一个说法图，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它的一幅这个寺。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啊，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壁画啊。现在我们当然大家可能也去西方啊看一些教堂的这个壁画，当然人家的水平也非常高，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或者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水准啊，而且实际上我们的年代要比他们早得多，我们的水准其实达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种水准啊。这个无论是建筑的表现，还是人物的刻画，还是整个环境的描绘，大家可以这个慢慢欣赏啊。其实也是一种观想啊，在佛教当中，观想是一种修行的方式。作为我们今天来讲呢，面对这样的一幅杰作，默默观想，其实也是这个提升我们个人艺术修养啊各方面修养的一种手段吧。是的，我们说
这个320是盛唐气象是吧？对，这个盛唐气象，刚才这个佛像啊、壁画都展现出来了，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上面的这个藻井。对，用色非常浓郁。在古代用色可不是我们现在的化学颜料很便宜，古代的颜料非常的贵，然后历经千年颜色不变，它的原因是什么？有很多都是矿物的宝石啊，把宝石打碎了之后，和在融化的牛胶上头才能上墙的，所以历经千年为什么能还保证这么鲜艳的颜色不变？这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当时修洞窟呢，其实也是需要巨大的财力来加以支持的。然后呢，这个无论是颜色，还是图案，还是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气派，都是当时啊这种盛唐啊整个国家达到了一个物质财富的顶峰，然后精神上的雄健也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的时候，它才能够投射到这个小小的一方的藻井之上。对，所以说。1平方米或者说4平方米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块空间，它里面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是的。好，看完了这个盛唐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2幅壁画来说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了，那边的是500强盗成佛图，里面有这种当时的这个军队的战争的场景。那实际上从反映战争上来讲，这里的表现就更加的充分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军阵在两边在发生冲突，两国交锋。对，这个是八王争舍利。八王争舍利，也是根据这个佛经记载绘画的。绘画的佛经的大致记载是，释迦牟尼涅槃之后，自己的母亲非常悲痛，千里迢迢赶来看他。复活了一次，跟母亲再次安慰，跟母亲诵经之后再次涅槃，然后自己飞升起来，就是焚化了，产生了舍利。那产生的舍利，大家都依依不舍，都想请回去做供奉吧。大家最后就说争执起来，争执的最后就是政治解决不了就战争。这里反映的就是当时对八王。为了争这些舍利，就是派出了军队打仗的一个场景。这个实际上是初唐时期的作品。是的，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初唐时期啊李世民他们打仗跟这个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有，我相信，因为这个李世民他也是少数民族嘛。对。所以就是我相信这幅画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李世民他们当时的马匹呀。所用的这个装备啊、兵器啊、盾牌啊的一些非常写实的一些反应，包括人从马上落马了之后那个是血迹的表现吗？是在表现血迹嘛，是吧？对。那么下面这是一幅剃度图，是吧？剃度图实际上剃度图呢是反映的是国王深受这个佛教的感化，带领着。就全国的这些高官呐、家眷呐，全部出家，就是正在剃度的一个场景。这个地方呢，画的其实很人性化的。男士的剃度呢，就在外面就剃了。你比如说这个右下角，这个国王在剃度的时候，你看旁边有陪的一些随员，然后还有一些大臣在跪拜。但是女眷又不一样，这可能考虑到女性的原因，用一个帷幔把它围起来。让女性在这里面剃度，所以这种很细节的都画得很详细。这边是在为女性剃度，是吧？对。这其实也应该说是当时的一幅这个内容丰富的风俗画卷了。是的，对，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信奉佛教，就是从自上而下吧的一个真实的反应。这一头秀发要全都剃了，实际上可能还是有点难受的，是吧？是。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你看啊，这边就是头皮是青的啊，对，这些呢就是已经可能时间比较长，对，他们的整个感觉就是那种不自然的，好像不太适应的那种感觉。但是这边这个就是更资历更松一些，对，资历更深的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了，是吧？这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就是画的就是说非常的
非常的细致。这个时候展现的贡物的宝物是吧？对。OK， 包括这是放的是袈裟呀。现在我们就是在03窟，这个窟呢是一个复原洞窟，它的年代呢是这次展览当中6个石窟当中最晚的，是元代的窟。原来呢对它的年代的确定呢是有争议的，有说元代说，有说西夏说，但是最后呢确定为是元代说。那么这个窟呢实际上在敦煌已经是处在一种完全不开放的状态，就是没有人可以进得去了。这次展览当中有2个窟是不开放的洞窟，相比较说起来，这个窟的这个管理可能还要更为严格一些。这个窟呢，它最了不起的地方，或者说最伟大的地方，是它的这个线描。这个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的线描技法大全，各种各样的线描的手法，像什么蓝叶描啊、钉头鼠尾描啊等等，铁线描，在这个窟里面都有非常充分的展示。所以除了这个线描之外，其实呢，它的本身的艺术还可以有一个两边的壁画，应该说是密宗的或者说密教的这个观音啊，这个11面的观音，40只手，千手千眼观音，但是前面的大手呢是40只，这个整个的11面观音是从塔状堆叠上去的，线描的技法非常之高超，而且它实际上从这个窟来讲，它的这个壁画的底账和敦煌其他的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窟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所谓湿壁画，但是呢，它和意大利的那样的一种湿壁画呢又有所区别。以往敦煌的洞窟的壁画制作，其实是它分多层次，一次一次刷，然后形成的一个基底，然后由画工在上面作画。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由粘土、沙和这个石灰，做好了之后一次成型，然后由画工在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在上面作画。这样的话呢，颜色的附着力更强。所以从这个做壁画的基底以及它的一些技法来讲呢，是和敦煌的其他的窟是有所不同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敦煌其他的窟啊，颜色是非常之鲜艳的，但是相对来讲，这个窟颜色就非常的淡雅，包括很多的这个颜色，你可以等会儿我们仔细去看，它的这种相对淡雅的色彩，其实更能够代表中国的特点。那彭先生，其实这个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显密共存。它实际上是一个元代的窟。这个显密共存，实际上也能够体现出，佛教在元代这中国发展和传播的一些特点，是吧？对。两边这个实际上是价值最高的是2瀑的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对。而且呢，两边虽然是同一个题材，但是实际上处理的手法完全不一样。对。然后旁边的涉及到的这个旁边的人物，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是从这个佛教里面说，这是他的一些部从。但是呢，就说观音这个形象是从印度来的嘛，按理说他的部从应该是外族的形象，但是就说是因为这是汉密的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元代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容纳为这个佛教容纳为中国的宗教了，所以他的这些人物形象全是中原的人物形象。对，你像这种都是中原的帝王啊、士大夫啊。对，其实这个就是对他实际上他的人物原型是婆娑仙，是吧？他是一个印度教的人物，但是吸收进来了之后，他着的是中原的这种帝王形象的服饰，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融合。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欣赏这个他的笔画，或者说欣赏它的这个线描的力度。好，在这里呢，再跟大家介绍几幅壁画啊。
彭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下这幅壁画吧。这幅壁画呢是榆林四窟的，也是在元代修建的洞窟，所以这个到了元代呢，整个艺术风格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这个藏传佛教的影响就更加浓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壁画的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唐卡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从时代上来说，可以就说是唐卡的这个祖宗吧，或者说是之前的一种雏形。就是说我们看着马上能够联想到唐卡，但是实际上是这幅画又影响到了唐卡。对，是，对。所以要注意到这些艺术它风格的这个流传的先后的年代，而且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幅画背后呢，实际上已经有这种山水作为背景。那么在这方面呢，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这两幅画啊，这两幅画实际上是榆林三窟当中，其实这两幅画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绘画史上都具有这个地位。对，为什么呢？这两幅是西夏时候这个绘制的，西夏相当于咱们中原地区的宋朝。到了宋朝，莫高窟的青绿山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逐渐式微，但是随之崛起的是水墨山水。从这幅画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的水墨山水的原汁原味这些东西了。对，现在这幅画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水墨山水早期的敦煌壁画里呢，把山水完全作为一个点缀，作为一个陪衬，在这里画了一个很大的篇幅，做成了一种，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陪衬点缀作为背景而存在了，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主体的意味，是吧？对。实际上这个，壁画当中很多细节我们可以注意到，比如说那个应该是一个洞天福地吧？对。然后那个洞天福地里面还有一道光射出来，是这个意思吗？对的。实际上这个跟当时的这个宗教的思想是不是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主体上它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题材，但是这个背后是不是又有一些道教的这些因素融入其中，是吧？对。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物的这种线描人物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对。然后这边这个啊，同样这边这个也是本身这个前面的人物形象和后面的这个水墨山水的结合非常之高妙。但是呢，这幅画里面我们要给大家特意提醒的一点就是，这个地方细节啊，这个最早的唐僧玄奘取经图啊，前面是玄奘在望佛而拜，后面那个毛猴子啊，在这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其实也是这幅画当中啊，大家来观展的话一个细节可以注意的。我再补充一下朱老师的。这匹马上，马背上有个莲花座，莲花座上有个包袱，那个包袱里面就是取回来的真经。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驻足细细观看后面的这种山水，宋代的这样的一种山水的画法，然后这个一些细节啊，就是像我们今天去游山玩水所看到的一些真山真水是一样的。然后后面的这个亭台楼阁和整个山水的这样的一种融合，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艺术成就啊。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可能又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观众说，我这次来看的好像都是一些临摹的东西，好像不是真迹，就觉得不太过瘾。对。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临摹品或者说复制品它的价值和意义呢？对。敦煌石窟群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不可移动文物。我们不可能把壁画从墙上铲下来带到深圳来。那如何把我们中国的这种瑰宝给大家展现出来呢？这种复制和复原是一种必要的、有效的手段。对。而在40-50年代或者更早期，像张大千时期，只能靠一笔一笔的把它画下来，才能从洞窟里带出来。但是到了现在呢，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我们高清这个数码相机，
照完了之后，再经过一番调色啊，最后喷绘2种方法。这次的展览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几乎是全部都是临摹品，是40、50年代、50、6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老艺术家们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就是我们强调啊，这些临摹品它本身也已经是文物了。对啊，对这个是包含着数代人的心血在里头的。对，这个实际上呢，是我们在看这些临摹品的时候也需要去体会的。同时呢，关于这个临摹或者复制的一个复原的一个意义，我们还想用这幅画来做一个特别的说明。这是51面千手千眼观音。嗯，对，这个从观音为什么最后形成了这个多面多手，也就是说是它神通广大，有求必应对的一个体现。但是在这幅壁画上呢，在画了千手千眼之外，它除了手上拿了很多工具之外，它的旁边画了很多科技的、生活的、农耕的，有大量的一些细节性的。所以这幅壁画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部浓缩的图像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对。而这个窟呢，坦率的讲，当初我去莫高窟、去夷陵窟的时候，这个窟我也进过。但是呢，里面的观赏条件是有限的，因为你进去之后，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打着灯啊，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灯光条件不太好，然后这个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可能观赏并不是那么细。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细细的观赏，因为它本身是一件应该说是复原品。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儿啊，一个细节啊。这个当时的酿酒工艺，对，这是蒸馏酒。蒸馏酒，就是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还喝高度白酒的？有很多的说法是高度白酒是我们元代这个西方技术传过来之后，中国人喝高度白酒的历史也就是400、500年。对。但是在这里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蒸馏酒我们至少喝了1000年了。中国的酒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对。另外包括那个打铁。这个实际上是2面鼓风的一种技术，对，而且是立式风箱。立式风箱，这种风箱的这个鼓风量比较大，也就是说连续鼓风，对，使它的温度达到一个很高的温度。所以这幅画呢，它是在西夏时期创作的，所以说呢，展现出来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西夏的它的这个冶铁的水平，包括兵器打造啊，还有盔甲的这个锻造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背后呢，实际上这个小小的一个细节，就告诉你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的。其实你在这儿仔细看的话，看的这个画面非常的繁杂，但是你仔细看的话，里面有好多非常有意思的当时的这个手工业、农业，这个各行各业百态，其实都在这儿了。对的。它的创作的意图本身是这个观音对于人世间的生活的一种回应，但是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表现宗教的动机，把当时的社会百态，尤其是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成果，都凝固在这样的一幅壁画上。而这幅画呢，其实大家可以真的慢慢坐在这儿，一幅图像一幅图像的来看，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自己有的能看明白，有的看不明白的话呢，可以自己再去查找一些资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学习了。对了，对吧？青少年暑期到这儿来学习，看什么？从这儿走过去，走一眼看一眼过去了，那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是希望青少年在这儿去仔细的去了解每一幅图像是什么。敦煌莫高窟的一个特点呢，它是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它的壁画，包括它的彩塑，包括它的古建。那我们要弘扬敦煌文化，我们要把它让它走出莫高窟，走到深圳，那怎么办？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老前辈们总结了几个方法吧。这次展示的方法是什么？叫临摹。老先生们在壁画面前，根据构图一笔一画的把它画下来，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现在数字科技的发达，我们通过照片的形式，我们拍了之后通过调色，然后高清喷绘的方法展示，这也是一种展示方法。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6个复原窟，6个复原窟基本上都是按1:1的比例把它做出来，然后搬到这里，这也是一种弘扬的方法。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把它其实展现出来。在这儿啊，这2幅壁画实际上是画的同一幅画，画的同一个内容，同一个内容，都是段文杰先生带领一些这个他的弟子画的。对。那么这个就是虽然是同一个内容，甚至说同一幅画，但是差别很大，为什么呢？对，这幅画的我们在我们叫复原临摹，或者叫客观临摹，就是我们现在进了洞窟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画什么样子。所以包括上面的剥落，包括上面的孔洞，我们都墙上打的洞，对，非常客观的把它画下来。右边这幅是艺术家们研究同时代其他的洞窟保存比较好的洞窟的颜色，参考那些颜色的深浅浓淡，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研究，把同一个题材想象是1000多年前可能是这个样子而进行的一个描绘。所以这2幅画的对比呢，就可以充分的跟大家讲这个复原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而且这幅画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呈现，可以跟大家说100%的是学术成果。为什么？因为大家去敦煌，无论是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客观的临摹，还是说去敦煌看了，会有一个印象，这个人物怎么都是黑乎乎的，黑脸黑身体。其实原因很简单，它原来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因为这种矿物质颜料日久天长了之后，它褪色了。对的。那么我们都会想，它原来究竟是什么样的颜色？是的。在这幅画里面，敦煌的这些学者们、这些艺术家们，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证，不是想象的哦，是非常严格的考证，来给了我们一个答案。2幅画是一样的，那幅画就可以看到是黑乎乎的黑脸，只是白字形的小字脸，是吧？小字脸。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原来的最初的这个颜色。对。坦率的讲，可能我们不能够确认原初最开始的时候100%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90%、95%把原来的情况给我们复原出来了。是的。也就是说，即使是你今天去敦煌的话，你进入到洞窟，实际上你是不能够看到当初刚刚画出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什么样的状态的。但是这样的这个学者艺术家们的严谨的研究，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复原的临摹之后，让我们有幸得以目睹当初他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是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2幅画都在这儿，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比，包括这个颜色，它是日久天长了之后是怎么脱落的。同时呢，有一些形象在这个客观临摹当中可能看得不是非常清楚了，但是在这个复原临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的清楚，它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这种艺术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是的。我们现在来到了158窟，孔老师，我听说咱们敦煌研究院的这个职工啊，这个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如果要生活工作当中碰到了什么烦心事儿的话，都会到这儿来，是吧？对。为啥呢？涅槃在佛教里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可以说是个解脱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就说研究院的这个工作人员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碰到了一些实在无法平息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会到这个涅槃佛像前，看着涅槃佛像那种安详的、超然的神态，慢慢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这就是一种治愈啊！是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深圳人一定要来看这个展览，而且在这个展览要在这个窟里面多停留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坦率的讲，现在人可能比较多，但是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把这些这个其他游客的影响给它尽可能的摒除。对。然后呢，在这里来感受一下。
因为这个窟整个就是一个涅槃世界，这个叫大佛窟。这个卧佛当然是这个窟的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坦率的讲，这个窟可能最这个精华的地方，或者说最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个大佛。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大佛本身，它的这样的一种面容的塑造啊，其实是达到了很高的一种水准，就是不喜不悲，对，是吧？这个看似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实际上是有着很深厚的这种情感的内涵和意蕴的，是吧？这个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这儿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尤其是在深圳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旁边的这2尊这个彩塑，对，是这个一个是过去佛，对，一个是未来佛。所以我们说这个窟呢，整个的实际上是一个涅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其实都在这个窟里面，它对于佛教的教义有一个充分的展现。这个窟实际上是在中唐时期的，中唐时期的。我们再往下，285窟是这个盛唐时期的，是的。所以等会儿呢，先在这儿，285更早期，我们这会儿去看320是什么？320窟是一个这个盛唐时期的，对。所以在这儿呢，可以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中唐是什么样的风格，盛唐是什么样的风格，也可以等会儿大家看完了盛唐之后，再回过头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这个中唐。对。其实它背后的壁画，这个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窟，作为这个一个涅槃窟啊，它的主尊的形象就是这尊这个长度，如果是在莫高窟的原长就是15.6米的一尊涅槃大佛。围绕着涅槃这个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这个窟形呢，如果我们去了莫高窟，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棺材型的窟形。这个也就是符合我们涅槃的这个主题。然后周围，比如说这里的壁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听说自己的这个尊师去世之后，一个痛苦的非常痛苦的表情。上面大弟子这个迦叶他来的时候，自己的师尊已经去世了，他非常悲伤，没有在最后一刻能陪伴师父，所以非常痛苦。而下面这是10大弟子的小弟子阿难，他在听什么呢？他仿佛还能听见自己的师尊在说什么，在谆谆教诲着他什么，所以说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这是罗汉们后面站的，你像有璎珞、有头光的，戴着头冠的，那是菩萨。菩萨们的修行在佛教里面是高于罗汉的。菩萨们能理解他们的师尊去哪里，所以他们表情是比较平静的。所以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来，修行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对死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这个窟里面也可以静静的去理解和体会的一个方面。对，还有一个这个窟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观赏的地方，就是各国国王王子举哀图。对，里面会有一些非常写实的，或者说是能够体现当时的风俗文化，尤其是中亚地区的这个风俗文化的东西。对，是在这个位置。对，我们可以来仔细的欣赏一下。好，我们过来看一下。在这个角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的壁画。画了那个地方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中原的帝王，他头戴冕旒，旁边有2个侍从扶着他的手，哭得非常的。就感觉要瘫痪的感觉啊。这个洞窟呢，因为是中唐
的时候修建的，所以呢，那个地方补的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吐蕃赞普他的形象，因为各种原因吧，那个地方脱落了，看不太清楚。那我们再看中原帝王的右手边，这些服饰就明显的已经不是中原的服饰了。据专家考证，有很多都是中亚的服饰，甚至是东南亚的服饰。他们也很悲痛，他们听说释迦牟尼那个圆寂或者说是离世了之后，他们非常痛苦，他们不能理解这个涅槃的含义，他们就是认为是离世去世了，所以他们痛苦。他们痛苦在拿什么呢？你看，有的拿小刀在割耳朵，有的在挖心，有的在割鼻子，有的在剖腹。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们的痛苦。难道这个东西是中唐的时候的画师们的自己的创造吗？不是的。据古文献记载，中亚有些民族，他们的至亲去世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方法要见血来表达他们的痛苦，把他们的这个心理的痛苦用自己的肉体痛苦来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一幅非常有意思的，能印证文献记载的一幅，算是证据吧，视觉图像证据，它实际上是一种视觉的证据，就是证实了或者印证了当时中亚的一种传统，对于这种至亲的逝去，需要通过这个自残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这样的一种痛苦。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其实这个窟是在中唐时期，在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是已经被这个吐蕃占领时期？中唐就是吐蕃占领时期。这个窟实际上是吐蕃占领时期，有点意思的就是，实际上在当时可能是那个吐蕃王的形象是最为高大的、最高大的、最靠里面。但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有一部分是损毁了，然后用这个用白泥巴是给抹上了。对，所以你就从这个画当中啊。一个是这边的习俗，另外一个你就从这个图像形象上来讲，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敦煌的历史。因为敦煌从它的这个开凿是经过多个不同的政权的，然后多个政权在这儿留下痕迹了之后，后世又在这些痕迹上又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对，是的。再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涅槃佛他做的非常的美，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感受到它的内涵的变化。大家可以慢慢从他的脚一直走到他的发髻的地方，一直看着他的表情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大家来到这个洞窟了，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从这个脚一直慢慢的走，盯着这个佛的面容，那么可以感受到佛的面容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对，这个其实呢，是不是有一点像中国传统绘画当中那个有点这个移形而景变的这样的一种同样的技巧和规则的一种运用吧？是的，是吧？因为这样的一种欣赏呢，可能大家去敦煌158窟。未必还能够看得这么细，在这里大家可以来细心的体会一下。是的，黑神话悟空，不知道大家玩过这个游戏没有啊？其实，在黑神话悟空火了之后啊，我们又出了2款历史题材的游戏，都是跟这个张议潮的归义军是有关系的。一个叫做烟云16声，另外一个叫做归唐，不知道大家这个玩过没有啊？可能还没有像黑神话悟空那么火。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把我们一些这个传统的大 IP， 这个大 IP 啊，这个我们民族的一些英雄，把他的故事给他演绎成为这个游戏，是吧？以前我们了解张议潮、了解归义军，我们是看书的。现在呢，你可以去玩游戏，你也可以到博物馆来看展览，你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位民族英雄他的一个经历。这个幅画实际上是这次展览当中我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叫做《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是一幅横卷，这个也是一幅巨制。这幅画呢，
就是反映出张议潮在这个收复河西之地、收复了东环这一带之后，他受到了朝廷的敕封吧。对。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整个的出行图，我们从这边最前面开始，从这边开始看的是吧？前面4匹马实际上是8个人，当时有一个术语叫做横吹，是吧？对。这个有吹号角的，大家仔细看，他好像是在这样一个姿势，还有打鼓的。这个仪仗呢，实际上是从西域传过来的。然后往下，这个4个匹马后面有8名，有这个5名，两边各5名，实际上一共是10名。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武将，对。他们说的这个槊呢，实际上是一个当时的仪仗性的武器，仪仗武器。然后有这种旌旗，是吧？对。再往下走呢，前面是这个5个武士，后面就是5个文官，对，是吧？对。挺有意思的啊，两边是仪仗，中间实际上是这个歌舞表演，一共是16个人，是吧？这个前面有跳舞的，后面有吹拉弹唱的。其实呢，仔细看他这个吹拉弹唱，每一个人的这个乐器，还有每一个人的神态表现的都是非常的这个棒的。后面这3个，一共是6个6面旗。这6面旗是什么呢？叫6道，是吧？6道。这个古代6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什么6合啊、6道啊。这个6道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司令部在哪儿，指挥官在哪儿，建6道以来标示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古代打仗呢，不像我们今天有那样的一个通信系统，打个电话呀或者步话机啊，没有这些，它都是靠这些旗帜、视觉信号，还有筋骨、听觉信号来进行指挥的。这个6道就是标识指挥官在哪里，它是非常重要的。对。再往下走，其实都是他的一些这个经节结账了，尤其是前面这2位，实际上是朝廷的使节，是吧？是的。注意啊，朝廷的使节，朝廷的使节是要有金节的，持节才是有使，才能够做使，做大使。但是这个节，看见没有？上面有一个套住的，是说明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非常珍贵的东西。张议潮在这儿，他形象比较大，对，在白马上，红衣服。对，统军出行图实际上是要这个宣示他的这样的一种得到了朝廷的这样的一种敕封，他当时就是已经是节度使了。是的，这样的一种威仪。对。所以把这个朝廷的使节也是画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然后他本人的形象，旁边是他的贴身侍卫，他本人是这个就是也是中国绘画传统的表现方式，这个主人要比其他人都要大上1圈啊，大上2圈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的。后面呢，这些实际上都是他的这个弟子踵啊，辎重。对，这个。其实我们都说一句话，叫做这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古代打仗呢，实际上也都是这些亲戚啊，这个一个家族来上的。这个是整个的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旗前面有叫信，写了一个信字，这个其实就是古代啊对于这个信的一种强调，它甚至已经成为军令系统当中的一个标识。这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特别留意。然后后面这一系列呢，就是一个狩猎图了，是吧？对。就是说前面出行了之后，这个狩猎图能够理解为是这个和这个出行图是一体的吗？是的。是吧？是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狩猎图可能也是表现了他出行之后可能有一些活动，这个活动就包括狩猎，包括也可能是自己的这个军粮的一部分啊。军粮。对，古代打仗呢，这个运输解决一部分，就地解决一部分，就地解决的这部分呢，也是这个打猎，通过打猎啊。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敦煌，在那个时代。其实仔细看，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整个的这个队列过来啊，实际上看这个队列两侧的背景，阡陌纵横，体现了敦煌当时的这样的一种整个的原野的或者说大地的景观。所以当时的敦煌呢，可能气候可能像我们今天还跟我们今天并不完全一样，它可能更加温暖湿润一点，所以各种各样的野物也比较多。对。
所以它就有这样的一种狩猎的形象。对。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幅长卷呢，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并没有，它实际上是一种鸟瞰式的、自上而下的鸟瞰式的，同时也是一种所谓散点透视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对。所以我们一路走过来，好像觉得并不是我们在看这幅画，而是这个队列从我们面前这个滚滚而过，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的。刚才跟大家讲了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我们为什么说张议潮是一个民族英雄？实际上他当年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就是坚持在这个河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唐的一个，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在当时来讲算是飞地了，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对，虽然敦煌曾经在中唐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被吐蕃所占领的，后来张议潮呢，就是带领本地的这个人士，把这个吐蕃的这种统治者给驱逐了啊，也是趁吐蕃的内乱。对。但是呢，虽然驱逐了吐蕃的统治者，但是这一块地方和这个我们中原腹地和中央政府其实并不是直接的联系的，它实际上是在各方势力的包围啊、虎视眈眈之下，他坚持，而且这段时间是从唐一直延续到了宋，这段时间还是大概是可以说是孤悬海外200年，对，耿耿精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对归义军应该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当然，归义军政权前后有张氏、张议潮，后面有曹氏，啊，前后有不同的这个统治者吧。对，其实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这幅画，实际上就体现出了当时这个归义军政权啊，它要坚持下去，它是面临着哪些困难，它又是如何来克服这些困难的。对，其实它当时附近有这种吐蕃，是吧？还有这种回鹘，都是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敌对势力，虎视眈眈的。是的。那么作为这个归义军政权怎么坚持下去？他也采取了这个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吧，也结盟。这个结盟一结到哪儿去了呢？就是西域啊，当时的这个西域就是于田，是吧？这幅画呢，实际上是一个于田国王。对。王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这就是通过政治联姻，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到于田国，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呢，然后把于田国王的画像呢画到了莫高窟，以此来证明这个怎么说，自己是在政治上是有后台的，可能是想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把这幅像画得非常的大，这个完全超过了这个真人大小。我是有盟友的，不要随便来惹我。对，是，然后他这个等于是他跟这个政治联姻，就是跟中原政权起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吧。就是他的姓，他本来是少数民族，是其他的一个姓，最后赐他一个姓叫李姓啊，所以就是李胜天。李胜天，这个李是皇家赐给他的。其实这幅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些细节啊，就是他这个冕旒，还有他身上的这个袍服，其实都是按照中原地区的帝王汉式的来画的，包括这个袍服上的一些这个花纹，其实对，都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就是中原的正规的礼仪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对，尤其是这把剑，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剑手这实际上是一个小拳头，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对，那么从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归义军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外交活动吧，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政治上的结盟的活动。对，其实呢，归义军这段历史啊，非常非常的精彩，故事是非常之多的。那么实际上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归义军呢，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可能是敌对势力，或者说他们的挑战是来自于何方？对，这些都是几个供养人像。这个供养人像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回鹘，是吧？是。这幅图是典型的当时政治联姻，为了政治联姻而画的一幅画像啊。这一幅的开窟的窟主呢是曹元忠。画的是谁呢？是曹义金，等于是曹义金是他的父亲。曹元忠的母亲画在了这里，这是从位置上来说是第4个位置。那第1个位置是什么？是他父亲的一位少数民族的夫人，回鹘的。
这个呢是他的姐姐，就是第一位夫人生的女儿，然后又嫁回了回鹘，所以他们两个的穿着是回鹘穿着。这一位呢是他的另外一位姐姐，最后嫁给了于田，所以他为什么头顶上带了这么多东西？那是什么？于田产生美玉啊，和田玉，他全带在身上，以表示身份。然后他把自己的生身母亲，在中国这个是母上大人呐、居然放在了第4位，这是为了政治联姻，表达对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而做的一个妥协。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母亲是放在自己的生母啊，对，应该放在第1位的。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应该说回鹘对于当时这个归义军曹氏政权的这个威胁啊，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支持，对，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是打乱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的辈分啊。对，我们看到这幅画，这个母亲的妆容是不是很特殊？她是在脸上涂了红颜色之后，又在画出了眼睛，是吗？是那个不是眼睛，那是那个贴的一种花啊，叫做罗甸的那个甸是吧？对，甸花是吧？对，所以就是当年的这个《木兰辞》里的这个当庄吕银鬓对镜贴花黄，这就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一个这个贵族里面流行的一种。这个化妆方法，所以说在这个2幅画当中，我们看到他的衣着是回鹘的这种衣着，但是他的这个装饰上还是也是在用类似的中原的这种流行的妆容。对，而且像这样的画，它这个大领子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皮领或者绒领，皮领是吧？皮领对。对，所以说在这儿在这幅画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个丝绸，也可以看到球毛啊。这2幅画是，这个是到了西夏，这已经是到了西夏时期。我看5代了，5代，这个是这个回鹘南，对，这个是当时的丞相。这个也是有这个历史背景，也是曹氏政权的。我看啊，这个不是曹氏政权，这个是回鹘在，因为这个是榆林窟，榆林窟在一段时间对被回鹘统战的，他们统战了之后，他们占领了那个榆林窟之后呢，他们为了也是宣称自己的这是他们的统战之地，他们马上开窟造了很多，就是等于说宣誓对在这个地方的统治权了。对，然后这是丞相。这个是他儿子，然后这个呢，从这个画面来说，应该也是他的一个至亲亲属，然后从大小来看呢，就说他儿子是他的接班人，就是都能判断出来。对，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回鹘女子的这种服饰，然后从这幅图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回鹘的这个男性他的这种服饰打扮。对，他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这个供养的一种礼器啊。供养的礼器。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看见唐代妇女的服装就已经在这儿了啊。这些服装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现代人发挥想象去做的吗？不是，它是有出处的。这个出处呢，其实就是在这幅壁画。这个壁画呢，其实也是段文杰先生这个早期临摹的，50年代，它叫《都督夫人礼佛图》，对，就是都督的夫人带了2个女儿来礼佛。是，其实呢，这个是当初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但是到现在呢，就是临摹品都已经拿不出来了。我们跟大家强调啊，临摹的东西它本身也是文物，不是说临摹。有些人说这个临摹的东西是假的，这是这个我认为是一种就当他们是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吧，没有说临摹东西是假的，临摹的东西它本身也是文物，而且这个段文杰先生临摹的原作现在都已经拿不出来了，现在在这儿是喷绘的。喷绘的呢，这个都督夫人和她的2个女儿所穿的这个衣服，其实啊，这个都督夫人礼佛图我们现在讲，这个就是段文杰先生临摹的时间早，现在其实都已经看得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岁月啊，因为这些年来的这个一些损耗吧，所以段文杰先生把这个临摹真是给我们保留了一笔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
这个财富它是多方面的，除了这幅画本身之外，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画中的女子的服装，3幅画，这个三套衣装，实际上就是对应了这个都督夫人礼佛图，这个一个妈妈带着2个女儿，她们的这个服装。你看这个红色的长裙对应着红色的长裙，对，淡绿色的对应着淡绿色，然后粉色对应的粉色，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其实我们说唐代的服装是什么？当然现在大家可能在这个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说长安的荔枝，它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就是根据这个壁画，它这个服装它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它应该是由哪几部分组成嘛？这个它这个是感觉就是叠穿呐、叠穿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就是从它的上衣，你看，它有一个绿色的袖子，绿色的袖面有个红色的一个短袖，红色短袖外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带着白的像披帛一样的东西，对。然后除了披帛之外，它还有一个围巾，对，大围巾，对，所以就说爱马仕不算什么。所以一看这个就是靠这种叠穿的方法，就是把这种不一样的效果穿出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唐代的穿着时候这个用色啊非常大胆啊。对，我们现代人可能很少人敢把这样鲜艳的衣服穿出来。你跟这红配绿，这不是撞色吗？对对，但是人家撞的就挺好。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老祖宗的一种。这个颜色搭配的一种对，其实高明之处、啊。可能反过来讲，就是让我们想，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颜色搭配的那个理论到底对不对啊？看它这个颜色的这个搭配，确实是非常这个大胆，而且呢，这个服装本身是非常艳丽的，但是这些披帛围巾，它又是非常素雅的。这个里面其实都是有它的一种审美，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的。是的，包括像这些。这个他的2个女儿的这个服饰，对啊，他这2个女儿的服饰的这个整个整体颜色跟他母亲又有所区别。对，你像这一身呢，女儿更大一些，对，大女儿可能就说是更符合年轻人的这种配色。然后这边呢，这个小女儿呢，就可能更幼稚一点，就是更可爱，是不是从配色往这个方面走？这个可能更青春一些，对，更年轻女性一些。所以从这样的一些细节上来讲，我们也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理由说啊，当初这个都督夫人礼佛图，它实际上就是照着原样来画的，它原样实际上就是有这么多的考虑，这么多的讲究。对。然后我们现在都通过这个临摹也好，通过这个服装的复原也好，我们其实可以去体会到他们的当时的那种小心思吧，或者说对于2个孩子年龄不一样大，他可能穿的这个服装上也是有区别的。对，是的。这是一顶华盖，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要请教一下彭老师。这个呢是根据莫高窟第332窟的说法图里面，佛陀头顶的华盖，然后经过艺术家们的2次加工后，这个复原出来的。为了表达出这个华盖的这种质感吧，上面用的这些素材都是请印度那边提供的，所以就是这些素材我们平时不是很常见。然后包括这个纺织这个织物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好像不是我们传统的这样的，就专门请的印度匠人来做的，来做的。然后包括这些球，它是镂空的，里面可以放上香，对，全部点上之后，就是说这个香烟缭绕啊，就是那种熏托的氛围感会更好，是出于这样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根据壁画当中的图像，然后我们再原物的来进行一个复原。这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件复原品。对。但是复原品它背后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这个复原，而是经过严格的考证的。是的。那么这里面所运用到的一些材质是这个是用塑料的还是？玛瑙。这是真正的玛瑙吗？用的是玛瑙，对。然后用的是那个印度的织物，然后请的印度匠人进行了加工，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初的这个佛的说法，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华盖之下的。包括我现在真的很想体验一下，如果里面真的是点上这个乳香啊、没药啊，这个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是的，是吧？接下来我们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有一点像走廊啊，但是这个走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藻井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敦煌藻井艺术的一个专门的空间。对，什么叫藻井？其实中国古建筑当中，往往上面有一个这个木质结构中间有这么一块东西，有这么一个结构。藻，水生植物，井呢是代表着水，对水。中国古代的建筑是木结构，是非常怕火的，所以说呢，这个藻井本身是含有这个以水克火这样的一个寓意。但是呢，后来的藻井的发展呢，实际上它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的环节，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局部。在这里面，我们一共布置了14块藻井，应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有这个不同的特点的。那庞老师，您给我们介绍看，有什么这个最需要向我们观众传达的？这14幅藻井图呢，是从莫高窟现存400多幅藻井里面挑选出来的。每幅画有每幅画的特点，因为太多了啊，这个就不一一介绍。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叫三兔共耳啊，这幅就在这里。这个三兔共耳呢，是这个特点是什么？3只兔子按理说是有6个耳朵，但是这个图上只有3个耳朵，也就是说每2个兔子共2个耳朵。但是你如果单独看一个兔子，它这2个耳朵是很全的。每只兔子的耳朵是完整的。对，每个兔子耳朵是完整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这种呢，你可以看见它们都在不断的旋转，所以这是这个井心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构图。然后这个旁边就是莲花。莲花在佛教里面代表着圣洁啊，代表着这个佛国世界，甚至代表佛陀，所以这是一朵大莲花。在旁边，飞天在绕着，所以就是整个我们看到飞天的时候，就整个感觉一直这个画面一直在动，所以就是通过一个静态的画把整个画面动起来，这也是我们老祖宗非常高明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甚至这个面部表情都有，你看见吗？他在拖着钵。他在干什么？都非常灵动，甚至拿着禅杖，大家可以仔细的看。这个完了之后，旁边这就是装饰画，在敦煌里面，这种装饰画有大量的装饰画，大家可以看着这一层叠一层，再叠一层，再叠一层，凑近着看，非常的美。这个装饰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实际上是那种帷幕，实际上是一种丝织品，是吧？对，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丝织品，然后到这儿可能可以理解为是木头了，木构上的画的东西，在木构上画，然后这个木构之外呢，又挂着这种丝织品作为一种幔帐，对。然后这个飞天的形象呢，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飞天，这个飞天不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那个4身黑飞天那么漂亮，对。但是实际上它也已经比较柔和、比较灵动了。对。我们等会儿可以看那个 V 字形那个飞天，那个跟这个就有区别了，对，是吧？对。然后这是三兔共耳，对啊。实际上呢，类似这样的一个图案，后来也西传，在这个西方的一些这个教堂当中啊，装饰上都有出现，对。据现在就是西方的学者的考证呢，莫高窟的三兔共耳是最早的。对。你像我们仔细看这些花纹啊，这些花纹都是其实从植物的藤啊、蔓啊、叶啊，最后通过美化、艺术化加工之后变出来的。你像这些东西，这其实是葡萄藤，这是葡萄，你看这个地方是桃子。在这个时期，就是它演化成这样。你比如说这么看，这个看是石榴，或者是草莓，都是把身边的东西进行艺术化加工之后放在这里，都变得非常的美。然后呢，再往后期发展，它可能会变得更加抽象。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这种装饰的特点。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植物纹的这个装饰是
非常精美，而且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是的，把这个葡萄画成这个样子，把桃子画成这个样子，对是吧？对。这个飞天画得很好。给大家看一个丑的飞天啊。这个飞天和前面一样。不是裸露，你看它的身体是90度的 V 字形的，飞不动的，这个在天上就要掉下来的，很笨重的。对，这是印度的飞天。然后这种的画法呢，就是属于那种凸凹的晕染法。凹凸晕染法，在亮的地方呢打上高光，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美女们化妆一样的，鼻子打高光显得高，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最后变色。把颜色给变反掉了，变成这样子了。其实这些强地方都是高光的地方。对，当然我们要说一下啊，这个飞天的来历。实际上，印度是一个自然崇拜就是自然崇拜盛行的地方。这个山林的水怪呀，它有很多的这个树神呐、水神呐，这种各种各样的崇拜。这种各种各样的崇拜传到中国来之后，进行了一定的变化，实际上就形成了这个飞天。对。但是呢。这个是有印度特色的，对，但是呢，确实在飞天的这个改造上，中国这种匠人或者说中国工匠的这样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化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是的。同样的飞天，我们一比较啊，那当然是我们中国的飞天更胜一筹。对啊，当然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啊，也不要看不起印度啊。这个印度实际上它也有它的这种贡献啊，包括这样的一些起源的地方。对。然后给大家介绍裸体飞天，在这里。其实呢，就是想表达的什么，在莲池中游泳。对，这实际上是一幅游泳图，是吧？是的。这个呢是莫高窟少有的，就是一丝不挂的飞天吧。对，飞天不仅是可以在天上飞的，而且是可以在水中去游泳的啊。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各种就是表现在水里面游泳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其实还是不多见的。不仅是在中国比较少见，在全球来讲也都是比较少见的。对。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莲池，所以从这个角度，这幅藻井也是非常的这个珍贵，也是非常的生动。它表现人在这个池塘里面去游泳，而且这个池塘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佛的这个七宝池啊。对，七宝池，它是有宗教含义的。对。大家还可以看一个细节啊，这幅图的对称性不强，这个跟那个可以对称起来，但是其他的全是不对称的，看见没有？这个角落跟这个角落，这个角落跟这个，所以就说为什么呢？这是属于早期，北凉啊北魏时期，那时候呢，西域的这些艺术风格刚传来之后，我们中原的工匠也是脑洞大开。画的就是很没有什么程式化，没有程式化，没有规矩，很自由的。对，这是特点。大家可以看一些晚期的一些藻井，那就是严格的对称，前后左右上下对称。所以就说从艺术角度来说，可能有些人更喜欢这种自由奔放的呀，脑洞大开、无拘无束的。这是2个字啊，规矩。这个时候还没啥规矩，或者规矩不强。但是到了那边，就是完全是程式化的，规矩都给框死了。应该说这2种不同的状态呢，可能也都各有它的优缺点，各有它的利弊。但凡这个还比较生硬的飞天，我们一看，这是年代比较早的。后面呢，那个已经是非常灵动的、流利的飞天，那是相对来讲年代比较晚的。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去敦煌看的时候，可以算是一个规律吧。是的。这个也是葡萄吗？这个是石榴。这是葡萄。你看，包括这个葡萄，这个石榴在中国古代的寓意非常好啊，多子多福，所以中国人非常喜欢。但是整个这幅画的，包括颜色，包括画风，跟中亚、跟波斯那边的就很像。没错。这也是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证明吧。对，所以这个它就是更强调这种图案化的构图，它可能就没有这个自由奔放啊的形象啊什么也都是，它都是图案构图。对。而且呢，关于这个石榴啊，或者说这个它的一种植物的不同的代表，应该说在这个长期的各民族的历史交往当中，它可能是有一些互相的融合。
其实现在在深圳博物馆，在同心路6号那个老馆有一个窥利永驻，它是讲那个希腊彩陶艺术的，其实里面也有石榴的这个形象，它那个石榴其实也有多子多福的这样的，就是有多子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寓意，但是它那个在整个的希腊传说当中、神话当中，它实际上又和冥界有关，实际上也同时也是死亡的象征代表，所以同样的是石榴。这个和中西文化来进行对比，有它相同的地方，也有它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个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传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构图，是吧？可以这么说哦。抬头看天就是看这个藻井，但是呢，低头看路，我们可以欣赏到这个地砖。这个地砖啊，其实每一块都是非常的精美，而且每一块的这个塑造，有一些是单纯的花纹，有一些是带有这个，有一个是敦狮，是吧？对。这个是吼狮了，吼狮对，飞龙对，龙砖凤砖，龙砖凤砖啊，这个其实中国古代建筑这个地砖其实也是非常讲究的。现在我们站的这个空间呢，实际上是一些文物，这些文物呢有的是复制品，有些是真迹，但是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出自敦煌的藏经洞。这个藏经洞呢说起来又是一部民族痛史。但是呢，现在好在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一些数字计算啊，多多少少的来弥补这样的一种遗憾吧。那么我们从这儿开始看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雕版的版画，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精美的。这个是目前为止最清晰、最完整的纪年。基本上可以是最早的吧，当然就说韩国又出来了几个，纪年时间的比它稍微早一点，但是很残破。你要像品相这么好的，这是还是世界最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因为这是雕版，要木刻。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来看，它的刀法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连贯，有很多曲线啊，这在雕的时候是有难度的。对，它一看是一刀下来的。你像包括这种狮子尾巴什么，都很这个就说明刀工很表现得非常细腻。对，包括一些面部表情啊，各不相同，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这些字墨色是均匀的，大小是一致的。从这个判断呢，就说是这个工艺，这个雕版这个工艺在那个时代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通过就说合理推断的话，就说我们的实际上的我们中国这个雕版印刷的时间还能往前推。但就说这是可考的证据了。所以这是一个雕版印刷的一个活证据，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珍品。对，接下来想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幅绢画《至圣光佛并五星图》。对，这个中间是至圣光佛，然后旁边呢是五星。对，这个五星呢实际上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只不过是都把他们塑造成了人物的形象。对，这个至圣光佛呢是在大灾大难的时候，通过信佛呢能得到救赎。这个跟呢这个历史时代有关。你看这个时候是唐乾宁4年。对，这个特别是在那个战乱呢，这个16国啊什么时候，大家信奉的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是连年打仗，大家希望能平定下来，所以这个信仰就非常多了。这个是这么来的。然后需要跟大家也是重点推荐啊，也是让我们充满自豪感的一个，就是这个敦煌的叫星象图。对，在这个图里面呢，实际上出现了1359颗恒星。对，当时做这种星象图目的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皇帝在认为自己是正统的时候呢，他要通过多种手段来证明，其中一个就是他是天子就说是这个天授权力，那他要了解这个天象，甚至就是说通过这个星星的变化什么来决定一些大事情，所以就是当中国古代对这个天象的观察是非常重视的。那观察完了之后要进行整理啊收集，最后就有了这么一幅天象图。这个是完整的吗？这个是卷起来的，其实是很长，还可以再打开。对，这个比这个欧洲所谓的就近代科学之后，他们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绘制的这个天象图要早好几百年了。但是这个应该说是中国，就是传统的知识系统。是的，
这个秦妇吟哦，秦妇吟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跟《长歌行》啊，跟这个等等，跟《兵车行》啊，这些就是说长诗都很有名。但是呢，因为政治原因，最后迫使这个作者自己把这个自己做的这个诗后来后期毁掉了。毁掉后就是在历史上失传，大家一直知道秦妇吟这个名字，一直不知道这个诗的内容，直到最后从藏经洞里再次发现。然后现在专家已经整理出版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把那个《木兰辞》啊、《兵车行》啊、《秦妇吟》啊等等，我们进行一个对比来看一下各有什么不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卷。归义军衙府酒魄例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归义军这个政府使用的酒的一个记录的清单。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是2件国家一级文物，一件呢是原藏于敦煌研究院，另外一件呢是1997年一个日本友人，他把他这个收藏品捐回来，通过一比对，通过这个撕破的地方，通过内容，通过纸张，通过书写，就说这是完全是在一块儿的，所以算是也是回了家，所以也有这么一段佳话。这个酒魄例一共是分3段，这2段已经回来了，那第3段在哪里呢？现在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在也通过数字复原的方式，内容也回来了，所以就是专家们已经完整的知道了它的内容，它记述了当时归义军政府用酒的一些招待。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迎来送往啊，包括这个于田国王的这个使者，都要用酒的。所以我们从这幅图里头可以知道几件事，一个就是说饮酒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已经是有了，就是酒文化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政府，这是一个管理，我不能随随便便给你拿的东西我不做记录，这个也能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酒的种类啊等等，这个东西也可以知道，还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这个国际间的交往非常非常多，就是从这么一幅这个政府文书上，我们能了解很多我们正史上、24史啊这些了解不到的信息，所以这是藏经洞出土文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酒魄例我给大家再补充几句。酒魄例这个魄就是支出的意思，拿出去了，例是记录，严管喝酒，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传统了啊。这个实际上是它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管理。这个酒的运用呢，在古代其实是非常多，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个迎来送往，包括将士出征啊，也需要犒赏这个犒劳三军。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日常的这个士兵的这种站岗放哨巡逻，他可能也需要通过酒来做一种这个奖励。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用酒来做了，但是当时用酒的是什么呢？官方的祭祀，这个公祭比如说祭孔子啊，或者祭什么样的这个官方的祭祀，这也是需要酒的。所以说，这个当时酒实际上是和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联系非常多。这个酒呢，是刚才说的酒魄例是支出，酒是从哪儿来的？酒是从哪儿来的呢？可能大概现在看起来3种途径吧。一种是官府自己专门的这个国营企业，这个自己来酿酒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对周边的这个征收的酒的实物税，你要卖酒，你给我交税10%、15%实物税。还有一些呢是这个进贡的，少数的进贡的。所以呢，这个是酒的来路、酒的出处，在当时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比较严格的管理。其实这个酒魄例出来的时候很遗憾啊，就是当时出来藏经洞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在乱撕，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看，哎，我觉得这段字儿写的挺好，我就把这段撕下来了，然后其他的都扔掉了。所以这个呢，它是出来作为一项政府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就是有人被撕开了，分成了3节，有一节是最后可能是这个当时留在了当地，留在了敦煌研究院现在保存，然后有的呢是真，这是真迹。
然后有的呢是流传到了日本，然后呢伯希和可能去到了法国。现在这个日本的又通过日本有人捐赠回来，这个是算是1段2段算是合璧，这是真迹。还有法国的那个呢就是现在反正就是只能通过影像数字回归，用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这是法国集美博物馆的一个这个敦煌的绢画，也是从那个藏经洞里面出来的。这个绢画其实伯希和当时最开始的是去敦煌是斯坦因，然后呢第二是伯希和。斯坦因呢其实是当时他知道有这么，其实斯坦因是本身并没有进那个藏经洞的，他实际上是让那个王元禄道士，我给你钱，你给我一批东西，然后他并没有经过挑选。但是那个伯希和是进了藏经洞，他是挑选，他给了那个王元禄，可能就给了一笔钱，所以他在藏经洞当中留下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在那儿挑拣。所以这个要说起来，虽然伯希和是第2个才进藏经洞的，但是他挑走了一批精品，他是有学术功底，也有这种审美的，也鉴赏能力，他挑走了一批精品。而这幅绢画呢，说实话就是可以说是精品，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个实际上是现在我们通过数字回归的方式做了一个复原品，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取经啊，刚才这个彭老师也已经介绍过了，这应该是一个和尚嘛，已经取经回来了。这个看他的这个面容。那个面容表情啊，就是又是非常疲惫，但是又是那种很有收获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扛着这个宝贝，这个经书就回来了。然后旁边有一只虎，这个虎呢，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是可以认为是一种很精妙的一种比喻吧，就是得到了这个经书，然后能伏虎，能够降服一些东西，是它的一种成就，然后带着这个虎。这个万里迢迢的就归国了，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藏经洞当中从艺术上来讲，从绢画上来讲，是一个，包括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刻画啊，是很棒的一幅作品。可惜呢，我们现在就是只能说是以复制品的来去欣赏它。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经卷吧，彭老师您先来说吧。这个《佛说大药膳》这个巧方便经呢。在藏经洞发现，就是出土之前，大家不为人所知，就是不知道有这个经卷的存在。中国的这个经卷，其实在大藏经里其实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存世的所有的经卷的名字都在大藏经里是有记述的，但是这个经卷是没有的。所以就说内容呢，咱们先不提，就是光从这个之前不知道的一种文献突然冒出来，这个本身就是非常的珍贵啊，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孤品吧，就是它的这个存在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秦复吟，秦复吟是这个古代长诗，已经失传了，在藏经洞里面现在出来了，我们又把这个已经丢失的珍宝又找回来了。而这个这部佛经吧，其实也是啊，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可能我们引进了翻译了很多的佛经，而且很多的佛经其实在印度也已经都没有了。现在印度得到中国来去找他们的这个佛经，但是在这个历史的流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佛经其实也湮灭了。但是呢，在藏经洞里出了这样的一个佛经，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新的东西，突然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一个我们丢失已久的一件珍宝，我们又给它捡回来了，这样的一种欣慰，我觉得是难以言表的。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从书法的角度，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楷书写的是极为漂亮的。所以这个是无论是从它的书法的意义，还是从它的文献的价值来讲，都是啊这次展览当中大家可以特别关注的。它其实现在总是说是原件还是复原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来讲，这其实已经是不重要了。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罗汉图，罗汉的这个图，它是一个复制品，这个是原件。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存在着这个珍贵的，也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这种文化价值。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这个画工试笔纸，这叫块碎纸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啊，这个好像是描绘了果实，然后旁边有树叶，然后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些试笔的时候随意画的一些这个笔环吧，
我们不知道是谁留下了这样的痕迹，但是我们知道是千千万万的留下了这样的痕迹的人，他们创造了伟大的敦煌艺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今天留下来的这种痕迹，它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唤起我们心中的一种温暖，一种温情。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是这种僵硬的，或者说没有生命的，相反，它是无数人的生命所凝聚出来的、凝结出来的。那么，这种生命的这种非常生动的体现痕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画工试笔纸上来欣赏到。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纸片，唤起我们的是一种对于。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穿越感了，看到这种纸片好像一下穿越到过去，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种感觉要远远超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穿越。我们现在就进285窟。这个洞窟呢是西魏的一个洞窟，一眼看过来呢就说是满墙都是内容，不知道看哪里哦。但是这个窟就是从专家们研究的结果来看呢，就说4批呀。就是4个房顶的这4个斜面是最有看头的。这个4批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百科全书，尤其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有很多的神仙啊，有很多的神物啊，它留下了名字，但是没有留下形象。在这个4批当中就留下了这个形象，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这个4批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东西。里面有印度的，有希腊的，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这4批呢也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对。第三一点呢，我们要说啊，这个在这4批当中，你可以感受到4个字叫什么呢？满壁风动。对，就是这个墙顶上，你看这个人形象物。好像是有一股气韵在里面流动，然后好像有一股风在这儿鼓动，在吹着，然后趁着各种各样的仙人神物，就是在趁着这股风在天顶上遨游啊。当然，这个天顶实际上它就是天空的一个暗喻了。是的。所以说，大家一进来呢，可能最要看的就是这个4壁，包括咱这边啊，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东方的元素啊，这个神啊、龙啊，对。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也有一些印度教的形象在这个里面。对。在这里面，这个4壁这个洞窟挑战性比较大的是什么呢？一个形象，它究竟是对应的哪个神？它甚至是究竟的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中国的还是印度的？对。其实呢，往往是有不同的解读。对。然后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叫做图像史学，或者说图像学。但是有一些我们是比较可以看得清楚的。你比如说像这儿，刚才这2个就是一连，好像是连珠纹一样，这个环绕的这个人实际上就是雷公，是吧？对。那个一个一个球形的，它不是在那儿这个抛着球玩，是他的鼓。对。雷公在打雷，就是雷公敲鼓。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工匠按照当时的这个鼓的情况，来塑造了雷公的形象。在古代，古人不理解这种自然现象，就是说为什么天上打雷，这个雷声怎么来的？所以通过想象，就想象有雷公这么一个形象，然后他在天上连续的击鼓出来雷声。那闪电怎么解释呢？大家想没想过？电这种东西是很现代、很近代的一种理念了。那我们古代人怎么解释呢？我们聪明的祖先这么解释：拿着一个大铁杵砸地。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拿着铁东西砸地的时候，可能砸出火花嘛，对不对？他们就想象雷公在那打鼓，产生了轰隆轰隆的声音，闪电是由这个雷公电母啊什么，他拿着大铁杵在砸，在往大铁锥再往下砸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地方还有风婆拿着一个风袋，风袋一打开，风就产生了。所以就是在中国比较朴实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传说的东西啊，这不是佛教的东西，也不是印度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在这儿能看着
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佛教在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然后它这个一些非佛教的东西，我们一些民间的传说的东西，对啊，都是体现在了这4批之上。对，包括咱们看这里，这个西王母是吧？这个是我们老说我们中国人是黄颜子孙，伏羲女娲。这里就有伏羲女娲的形象。分得清哪个是伏羲，哪个是女娲吗？大家有没有？对，但是这个性别特征在这里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拿着盾牌的这么2个形象，看到了吗？对。人头蛇身，看到了吧？对。那怎么分哪个是伏羲，哪个是女娲呢？要看他们手上的工具。手上的东西，规矩。那个拿着直角尺的那叫矩，对。然后这边我们的右手边，这个右手举起来那么一个像叉子一样的，那是古代的圆规。这个就是女娲，男的要刚强要直，那女的要柔。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实也是这么来的。然后他胸前的这个圆东西呢，在更清晰的时候，应该伏羲的这个胸口画的一个叫3足鸟，象征太阳。在中国古代传说里，太阳里面生活了一只长着3只脚的金色乌鸦，叫金乌3足鸟。然后女娲这边画了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说月亮上有啥？桂树、蟾蜍、有嫦娥 ，OK。但是在古代表达的时候，是用一只蟾蜍啊，一只青蛙的形象来表达月亮的。现在说月亮是玉兔啊，桂树啊，古代不是的，古代的理解是一个蟾蜍。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的人文祖先出现在这里。但是呢，他们中间夹了一个什么呢？夹的这是个叫摩尼宝珠，这个摩尼宝珠又是佛教里的至高无上的一个宝贝，是有求必应的。你看，这又来了。那把摩尼宝珠拿起来的是什么？又是2个印度教的大力士，他们才拿得出来。那大力士的右手边，你看这个肩膀上有些，好像这个3道这个蓝色的吗？什么？这是什么？雷公吗？不对了，这是中国古代的羽人。羽毛的羽的人，他们靠着这个东西能飞起来。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又不是飞天，那羽人的右边就是飞天了。这些人最终融合，就成为我们刚才看到的飞天形象。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因为这个动物更早期，所以把直接学来的东西还不知道怎么融合的时候，说嗨，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他们的都画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这个洞窟叫万神殿？一锅烩了。对，所以当时还并没有特别的这种融合好，所以融合不好的话，但是也是拿来为我所用啊。我是要宣扬佛教的，但是中国传统的这些神话我都拿过来，可以为我所用。对，这个洞窟呢，要看的东西非常多啊。我们可以看就是个门的2边，跟门的上方它们的构图的区别。门的上方这个构图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印度的东西，就是中原化了之后的一些构图，很普通。但是要对比，我们一对比2批，这是什么？我们在东晋的时候，我们的士大夫流行的是宽衣薄带，就是要穿宽大的衣服，要瘦，甚至要吃一些自己炼的一些丹呐，让自己瘦下来，通过拉肚子瘦。流行是这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从这2批看出来，很瘦的人啊，穿着宽大的衣服，这是我们中原士大夫的形象，当时的形象。你看，在同一个窟里，又有这个印度的佛陀的这种比较饱满的形象，又有比较清瘦的形象。你看，这又出来。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洞口的左手边，这一横的长长的，这是一个故事画，是什么？500强盗成佛图。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人太多了，咱们就不展开了。对，
下面的洞窟是干什么的？是禅修的。当年的人是在这里打坐。这个洞窟的要讲的地方非常多，对，大家慢慢看。对，慢慢看，包括像这些这个力士啊，画的是非常非常之棒的。补充一下啊，这个窟呢，实际上叫做一个禅修窟。禅修窟的意思就是说，和尚在这里要这个打坐参禅，也是通过某种程度上通过冥想来做一种这个修行。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这个，就是参禅，实际上在中国也分这个南北吧。是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参禅修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那个就是四批的最下面这一圈，都是人坐在一个洞窟里面去在修行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里面做了人的话，实际上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刚才那个榆林3号窟的那个山水，给大家展现过了，就是前面是这种非常精妙的人物的线描的图形，后面山水开始独立出来了，作为一个山水的构图。那个大概是西夏，也就是说是到宋代了。宋代的这个山水画开始独立的发展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这是西魏的时代的，看到没有？那个洞窟后面是有山水、有树木作为一种点缀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从西魏的这样的一个洞窟的这个构图，包括这个山水作为背景点缀，然后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了榆林第3窟，形成了中国的山水画，开始山水从这个画面当中开始具有主体的地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中国山水画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个其实呢，我们来这儿来看，你仔细的去看这些细节，你是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艺术史的。275窟，这个号称是北凉3窟之一，实际上呢，也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是专家推定吧，就是最早月尊和尚在这个三危山开这个洞窟，到底是哪一座洞窟，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是的。最早的洞窟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经过考古、经过考证，这个敦煌洞窟的开凿就是从北凉开始，而且这个是最早的北凉3窟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认定为是在北凉时期，就是现存、保存到今天最早的洞窟，这就是275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是敦煌的源头，当然是现在已知的保存下来的一个源头。对，这个源头一进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祖尊啊，交角的弥勒菩萨。对，其实这个菩萨和我们在此之前这个中国汉地的，就是我们以前习惯的那些菩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它给人的感觉是这种挺拔、刚健、雄健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它的形象其实是带有这个犍陀罗风格的。然后它的所涉及到的这个整个的背景上的东西，比如说后面的那个像三角一样，我们姑且称之为三角巾吧。然后还有像这种狮子座，这是两边有狮子的这样的一个座位啊。实际上呢，这都带有浓郁的这个中亚草原的风格，尤其是这个交角坐。我们说交角坐呢是菩萨的一种坐姿，但是这种坐姿呢，它不是原产于印度。我们知道佛教是源于印度，但是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它不是从印度直接翻了喜马拉雅山传入中国，它是到了中亚，到了草原地带，甚至是从草原绕了一个大弯，先到大同那边，然后开始逐渐的传入到中国。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带有比较强烈的这种中亚的草原的风格，包括像这样的一种交角坐的坐姿。一般来讲，菩萨的坐姿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结跏趺坐，是吧？这个两个腿盘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他
这个在游牧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有那种小马扎啊，叫胡椅啊，这个放在那儿坐下来，然后坐的时候，它那个马扎又不是很高，所以这个脚呢就自然而然的这样，它又没法完全伸直垂脚坐啊，所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交脚坐的坐姿。这个实际上是带有浓郁的草原的风格。对。然后这个呢，整个的这个佛的这个菩萨的形象，其实呢应该是展现的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空说法的这样的一个图像。是的。然后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衣纹啊。虽然这不是这个原本的洞窟啊，原本的洞窟是不可能过来的。对，这个是一个1比1的复制的这个洞窟。对，但是这个复制呢，我觉得应该说是纤毫毕现啊，已经是这个基本上和原物原件是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相对来讲比较放肆的打光和这个进行一种欣赏，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洞窟当中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壁画啊，其实是它和那个新疆的克孜尔的那个洞窟的壁画实际上是有着这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或者说是一种影响的关系。大家仔细看北凉三窟最早的，它真的这个壁画的画法受到浓郁的这样的一种西域的风格，凹凸晕染法呀，人物的这个构型啊，这个构图啊等等等等，它是这个受到中亚的影响。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大家看这个龛啊，就是这个佛龛两边的龛，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阙式龛，是吧？对，它是中国古代的建筑是什么？有一个这个共同的特点，阙。这个阙实际上就是缺有一个缺口，这缺口不就是路嘛？然后宫殿就进去了嘛，两边是起阙一个高大的建筑。在这里呢，实际上阙呢往往都是宫殿的代表啊，或者说这个高大宏伟建筑的一个标志。那在这儿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前面都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阙成了一种阙式龛，但是旁边这个后面的这个又是一个那个圆顶式的圆券式的拱券式的这样的一个开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中西的这种共存于一室，这个中西的这种互相的荣耀，这个互相的这个辉映吧。对，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式的建筑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阙呢，它本身就是暗含的是一个宫殿的意思，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中说法。实际上呢，不知道大家对于佛教的教义或者佛经了解多少？我的看法，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很多。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要是不知道佛教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的话，其实是很难欣赏这个洞窟它的艺术，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它也暗含了佛教里面的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构造，然后一些这个开龛呐，这个佛像形象的这个塑造，构筑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未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世界。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对。那彭老师，您觉得这个我还有什么没讲到的地方？那个朱老师讲的这个很全面啊，这个我补充几个小细节。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窟呢是早期来的之后呢，所以就说我们整个造像可能就人体比例啊，可能没有达到就是唐代啊，特别盛唐就是那么真实，可能就是说。上身长啊，下身短，可能有点这个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双狮呢，是中亚或者是印度的一种表达方式，但中国本土是不产狮子的嘛，所以就说，可能这个狮子的就说这个结构上是吧？大家觉得好像是在搞笑啊、滑稽啊，这个呢是当时的就说信息，用现在流行话就是信息不对等啊，不知道这个。狮子能如何塑的，就是更加高大威猛啊，所以就是塑成了这个样子。那个刚才介绍完这个狮子，我们现在再看就是供养人啊，越在这些壁画的下面，这有一排，这画的是供养人，就是出资把自己的这个怎么说来世自己的信仰吧，这个在这里表达出来。这个时候的供养人有多大呢？可能就是15厘米，
我们回想一下刚才看见的那个于田国王李胜天，有2-3米长。其实这说明了什么？越是早期的人越虔诚，自己在这个佛国空间是很卑微的，小小的表示。越往后期，宗教为政治所用，他们体现的除了是自己作为供养人之外，他要表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存在感，也有这个。就他们越往后就越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其实这个都可以看到啊，就是比较早的嘛，这种 V 字形的，这个腰好像是要被折断的那种感觉啊。这个不是飞下来，这是简直是在下坠、这掉下来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啊。然后呢，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人物的比例啊，人物塑造的比例可能还不是非常好，但是呢，确实他身上的这种。服饰是这个中亚的草原民族的，就是草原。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草原的酋长或者王子，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服饰。包括像这个就是所谓的羊肠裙，这个衣纹就像这个羊的肠子一样，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可以去注意的就是后面的这个三角形的装饰，这个应该是在275当中。表现的比较充分，在其他的敦煌后来就逐渐没有，除了这个洞窟的祖尊之外，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开龛里面，这个菩萨的这个后面的装饰，它都是交角菩萨，然后是一个后面有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种装饰。是的，对。然后这个从券来讲，这个汉式的这个阙形龛，这个叫做双树圆券龛，是吧？为什么是双树呢？应该是这个两棵树啊。释迦牟尼在这个树下这个成佛，这就是顿悟成佛，所以呢是这个双树圆券龛啊。所以在这个龛室，其实去敦煌呢，除了看壁画，除了看雕塑之外，这是建筑。而敦煌的建筑呢，其实是非常，一个是顿窟本身，然后有的时候是这个涉及到的一些还保留下来的。这个窟檐，对，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开龛啊，这其实也都是保留下来的这种建筑，包括壁画当中啊，这个唐代的寺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都可以看到。对，所以这个275龛啊，是我们这次实际上是放在了展览的最后部分，但是实际上它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洞窟。对。走出这个展厅的大门，实际上我们来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叫做众心一念。实际上呢，就是讲我们现代人，尤其是我们那些在敦煌坚持了那么多年的老文物工作者、老艺术家、老学者，他们为保护敦煌所做出的贡献，这绝对是值得我们致敬的，也绝对值得我们停下脚步来看一看。你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些先贤啊，无论是这个常书鸿先生，还是这个段文杰先生，其实段文杰先生的这个临摹，我们还有常书鸿先生的临摹，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文化精英，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呢，他们都是被我们祖国伟大的这种传统艺术所打动，常年扎根在西北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敦煌也是这些年才热起来嘛，在此之前，其实它可能是不为人所知或者不大为人所知，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那么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是在那样的一种这个艰苦和这种寂寞当中去这个坚守啊，我觉得太不容易了。但是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坚守，给我们今天留下了这么棒的东西，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看这样的一个展览。你可以看到当时是怎么在临摹的，然后在榆林窟，我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寒风从这个门缝当中钻进来的那样的一种寒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神情，他们的表现在这儿认认真真的描画，然后他们的内心应该也是快乐的，是满足的。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是筚路蓝缕，以启洞窟。我们原来那么珍贵的东西，因为历史的原因被风沙所掩埋了。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了不起的人，
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又挖出来，又恢复出来。在这里其实特别有意思啊，研究所的女职工们，这是1964年拍的一张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大家仔细看啊，这个小姑娘是谁？问他。这个就是我们樊锦诗樊院长年轻的时候，在1964年留下的这个图像。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呐，他们都是把自己的青春、终身、对子孙都留在敦煌。所以，无论是我们这个以往的画工，还是现代的人，这一脉相传、重心一念留下来的东西，让我们非常感动。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此结束了。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只是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因为这个展览有205件展品，非常非常的丰富。坦率的讲，任何一个展品我们可能都能够坐下来跟大家谈5分钟、10分钟，可能都是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够说挑选一些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精华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还是您自己来看，您亲自来欣赏，然后您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最能够打动你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展览，大家不应该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而且呢，坦率的讲，就是有一些观赏的条件，恰恰因为它是复原品，所以我们这个观赏的这个条件实际上是更好的啊。如果你要是即使去到敦煌看原件的话，可能未必能有这么充分的条件供大家来欣赏。这其实呢，也是这次展览一个不容错过的很重要的原因。好，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彭先生，谢谢您，也向您通过您向敦煌的这些工作者表示敬意，表示感谢。谢谢。好。